艾玛正在花园里忙碌，她和丈夫布拉德刚搬到这片郁郁葱葱的森林附近，渴望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自然的宁静。就在她忙着整理花园时，突然树篱旁传来一阵沙沙声。艾玛停下手中的工作，心头一紧。她转身一看，竟是一只山猫。最初，艾玛被吓得不敢动弹，心跳加速。眼前的山猫似乎并不友善，然而接下来的情形却让她大吃一惊。山猫并没有攻击她，而是表现出一种急切的情绪，仿佛在寻求帮助。艾玛的心里瞬间涌上一股莫名的感觉，她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她赶紧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兽医，声音急促：“你得快点过来，事情很紧急。”挂掉电话后，艾玛看着山猫，心中充满疑惑。她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但心里清楚，时间很紧迫。兽医赶到之前，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等。而山猫似乎并不孤单，它身后竟然还藏着一只小猫。艾玛震惊不已，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兽医急匆匆赶来，看到这一幕，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呆立在原地。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情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山猫和他的小猫会来到艾玛的花园？他们究竟在寻求什么帮助？艾玛能做些什么来拯救他们？而这一切的答案还需要等到兽医赶到之前揭晓。他怎么可能不这样呢？他们刚刚搬到这里，换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艾玛继续忙碌，试图集中精力在花园里的工作上，但无论如何，她总是心神不宁，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让她分心。工作了不久后，她决定暂时休息一下。花园的整理工作远未完成，但她觉得自己需要一段时间喘息。于是她放下手中的工具，走到门廊，坐上摇椅，泡了一杯香茶，享受片刻的宁静。她环顾四周，眼前是她和丈夫布拉德刚刚开始建设的新家。艾玛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住在这里。她闭上眼睛，沉浸在大自然的声音中，享受着微风轻拂脸庞的感觉。然而，就在她以为一切都很安静时，一种不同寻常的声音打破了这片宁静。树林里传来沙沙的声音，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移动。艾玛告诉自己，这不过是附近野生动物的声音罢了。这一带的野生动物很多，虽然有些可能有点吓人，但大多数都不会威胁到她的安全。她猜想，可能是一只刺猬、松鼠，甚至是一只小老鼠。想着这些，艾玛试图放松自己，继续品茶，但她的眼睛始终无法闭合。那个沙沙声依旧没有停下来，她开始感到好奇，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想知道声音来源的冲动。她站起身，想看看发生了什么。接着，她看到树篱边一只动物缓缓穿过丛林，进入了她的花园。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静静地注视着她的眼睛。艾玛的心猛地一跳，差点尖叫出来，但她却被一种奇怪的恐惧控制住了，连声音都不敢发出。那一刻，她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它并不是一只普通的猫，而是一只山猫。她屏住呼吸，看着这只动物不动如雕塑，似乎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山猫完全专注于它，而她则连手中的茶杯都不敢放下，生怕自己一有动作就会惊动它，甚至可能激怒它发起攻击。她的心跳加速，脑中飞快地盘算着接下来的行动。艾玛知道，山猫通常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如果它感到威胁，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她不敢冒险，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布拉德暂时不在，手机也不在身边，万一发生什么事，
等救援可能会很久，他必须快点行动。趁着山猫还没接近时，赶紧进屋。他深吸了一口气，鼓起勇气，轻轻放下茶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向门口走去，正准备抓住门把手时，突然他听到了一阵微弱的喵喵声。艾玛停住了脚步，慢慢转身。山猫并没有表现出攻击的姿态，反而低声喵叫，声音中充满了某种迫切感。它似乎并不是想威胁他，而是在向他求助，仿佛在恳求他不要离开。艾玛心中充满困惑，她仍然无法理解这只山猫到底想要什么。它的行为让她既困惑又警觉，她知道自己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贸然接近。尽管她已经不再那么害怕了，她缓缓呼出一口气，轻声说道：“嘿，没事的，我不会伤害你的。”他的话语温柔而平静，仿佛试图安抚这只潜在的威胁。你想要什么？他心里暗自思索。或许如果这只动物习惯了他的声音，他就不会再有敌意，甚至不再威胁他了。山猫没有回应他的询问，依旧喵喵叫个不停，声音里似乎带着某种急切和催促。艾玛皱了皱眉头，不由得朝他的方向迈出了几步。每走一步，山猫就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他，像是在确认他的动作。好吧，我走近了，他轻声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紧张。如果那是你想要的，就不要伤害我，好吗？虽然他知道山猫可能并不理解他说的这些话，但他依然保持冷静，用柔和的声音与他交流。他曾听说过，和动物说话时，保持平静的语气和不急躁的态度能帮助他们感受到你的友好。他希望这对山猫也能奏效，似乎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山猫终于转过身，朝树里走去。每走几步，他都会回头看艾玛一眼，确认他还在不远处。艾玛小心翼翼地跟了上去，脚步轻柔，尽量避免做出任何过激的动作。他的心中依然充满不安，虽然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但他知道自己此刻正处在极度危险的境地。他没有理由清楚知道为什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强烈的不安感开始侵袭他的心头。突然间，树篱的另一边再次传来沙沙声。这次，艾玛的心脏猛地一跳，她的身体不由得紧绷起来。她屏住呼吸，目光紧盯着树篱的方向。恐惧再次蔓延开来，她感到一种强烈的预感，这里不止山猫那么简单。他是不是故意引导他到这里，等待着什么更大的威胁出现？他的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难道山猫的行动是一种策略，让他变成一个更容易的猎物？艾玛的脚步停滞了1秒钟，转身准备往屋里跑，可他意识到已经太晚了。他看着树篱缓缓打开，心脏剧烈跳动，似乎整个世界在那一刻都变得安静，时间也仿佛静止。他僵立在原地，闭上眼睛，用双臂护住胸前，尽力保护自己免受未知的伤害。他没有动，几乎能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他等待着，心中充满了不安和恐惧，预料着任何可能的袭击。然而，时间1分1秒地过去，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屏住呼吸，忍不住张开眼睛，试图探查眼前的情形。当他缓缓睁开眼睛，看到站在他面前的景象时，他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画面，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了。原来，山猫的喵叫并非毫无意义，它确实需要他的帮助。他顿时明白，自己不再有时间犹豫，他必须采取行动，不能再拖延。他急忙转身，飞快地跑回屋里，抓起电话，迅速拨打了当地兽医的号码，
幸运的是，电话响了不过2声，很快就有人接了。喂，史密斯医生，我遇到点紧急情况。他几乎是带着气喘吁吁的声音说着，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你确定我会尽快赶到那里吗？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急促和不安，显然也感受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这2个人站在那里，深深地陷入了沉思。蛇的出现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疑惑，眼前的局面让他们的猜测不断加深，似乎每个想法都只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关于蛇的神秘言论在街区里传播得飞快，比野火还要迅猛。随着时间推移，邻居们开始纷纷聚集在一起，他们的好奇心越来越强，几乎每个人都在低声讨论，交换关于蛇起源的各种理论。有人猜测蛇可能是从附近的丛林里溜出来的，也有人认为它可能是某个人放生的宠物。与此同时，也有邻居焦急地望着节里的院子，孩子们指着蛇，兴奋地拉着父母的袖子，嘴里不停地说着些什么。谈话声渐渐增大，气氛变得越来越热烈。节里很快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这场即兴社区活动的中心。围观的人群已经分成了不同的阵营，一组人坚信这条蛇肯定是有毒的，对他们的社区构成了不小的威胁，而另一组人则认为这条蛇可能是一只逃脱的外来宠物，或者是被某人故意放生的。它那异乎寻常的颜色显然不像是本地物种。就在这时，杰里不自觉地听到一个男子断言：这蛇的颜色实在太奇怪，肯定不是本地的。虽然大部分邻居都显得好奇，但有一种隐约的恐惧感也在蔓延。每个人都渴望知道真相，却又担心答案背后可能隐藏着未知的危险。这时，杰里的妻子卡拉从屋里走了出来，脸上写满了忧虑。她朝丈夫走去，低声说道：“我们得小心些，杰里，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面对的是什么。”她的话语正好呼应了杰里内心的担忧。杰里点了点头，深深赞赏妻子的务实和谨慎。尽管人群越来越多，气氛也变得愈加紧张，但卡拉依然坚决地对家人说：“保持安全的距离，直到我们知道更多的情况。”邻居们的好奇心和流言蜚语的传播让局势愈加复杂，越来越多的邻居被吸引过来。原本只是一个偶然的发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社区讨论的焦点。人们开始聚在一起，讨论蛇的来历，交换各种各样的猜测。孩子们在父母的催促下待在一旁，眼睛睁得大大的，显然对眼前的场景充满了好奇和兴奋。杰里此时既感到一丝兴奋，也有些紧张。他努力试图控制局面，安抚人群，确保每个人都与蛇保持适当的距离。一些家长显得十分担忧，他们开始低声讨论：如果还有其他蛇怎么办？一位母亲紧张地盯着蛇问道。杰里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感受到了他们内心的焦虑和紧张。虽然他想要安慰大家，但却发现自己并没有足够的答案来让他们安心。于是他决定尽最大努力来控制局面，用平稳的语气说道：“请大家保持距离，护林员很快就会到，这一切会有明确的答案。”他努力让自己听起来自信，但心底的忧虑依然无法消散。人群中传来低声的回应，虽然大家都在同意，但不确定性依然笼罩着整个现场。杰里看了看卡拉，他默默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无声的支持和鼓励。就在这时，护林员罗斯终于赶到了现场。他从车上走下来时，看着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显得有些吃惊。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帽子，环顾四周，走向杰里时问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杰里指了指那条蛇，
罗斯的表情变得更加专注。我从没见过有人围着一条蛇这样聚集的，他说着，微微摇了摇头，然后转向旁边的人群：你们可以待在原地，保持冷静，确保他们不会逃跑。他边说边开始指示大家保持安静和秩序。就在这时，史密斯博士的卡车也停在了街道上，车门一开，史密斯博士急匆匆地走出来，脸上写满了惊讶和难以置信。他看到花园里的景象，愣了一下，眼睛瞪得更大了。看到那只山猫和它的小猫安静地窝在树荫下时，忍不住惊呼道：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他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尤其是看到山猫如此信任艾玛，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是怎么做到的？他好奇地问道。艾玛耸耸肩，眼中闪过一丝惊讶。我也不太确定，可能是他刚好需要我的帮助吧。接着，大家开始在车库里为这些小动物建立一个安全的避难所。他们铺开旧毯子，并在一个角落为它们准备了食物和水。那只山猫依旧警惕，但它小心翼翼地允许大家将它的小猫转移到这个新的庇护所。当艾玛看到母山猫的反应时，她感到十分惊讶。这只母猫的冷静和信任让她深受触动。史密斯博士检查了每只小猫，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它们看起来很健康，他说，语气低沉而平和。真的，非常健康。艾玛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学习着他的冷静与专业。他走上前，向史密斯博士问道：那只母山猫怎么样？它还好吗？他指向花园中的母猫，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史密斯博士点点头，回答道：它很好，只是有些紧张，但身体健康。不久后，关于艾玛和他新来的客人的消息迅速在街区间传播开来。邻居们跨过篱笆，好奇心驱使他们前来一探究竟。孩子们在低声议论着山猫和他的小猫，眼中满是敬畏。大人们则低声讨论，互相猜测着：你看到了吗？艾玛知道自己的生活即将因为这些不速之客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的日常开始围绕着这些野生动物展开。更多的早晨用来为山猫一家准备食物，晚上则用来照顾它们。他渐渐开始研究山猫的饮食习惯，确保能为它们提供最好的照料。而他原本用来打理花园的时间，现在也逐渐让位给了这一新的角色。作为一名守护者，尽管他每天的生活变得更加繁忙，但他从照顾这些野生动物的简单日常中，找到了真正的满足和快乐。艾玛花了很多时间在树丛附近轻声与猞猁母亲交流，动作缓慢小心，尽量避免吓到她。随着时间的推移，树丛中的母猞猁似乎开始接受它的存在。每当艾玛接近，它不再退缩，反而渐渐变得放松。这是一场充满信任的舞蹈，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彼此的关系在一点一滴中建立。艾玛感到自己与这些野生动物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深，她的心中涌起一种超越物种界限的情感。这种联系不仅仅是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更像是两个世界在无声中相互交织。第一晚，艾玛熬夜守在她精心打造的小家园里，坐在车库的椅子上，一条毯子轻轻搭在肩上。夜晚的宁静被小猫们偶尔发出的柔和叫声打破。母猞猁时刻保持警惕，偶尔与艾玛对视，眼中仿佛在传递着无言的默契。那一晚，没有言语，只有守护。艾玛静静地感受着这份沉默的连接，感受到一种深深的责任和对自然的敬畏。黎明的曙光微微洒下，艾玛看到母猞猁轻轻地推着小猫们，鼓励它们开始探索、玩耍。
那一刻，温暖的画面让艾玛心中充满了感动。她目睹了一个野生家庭的亲密生活，看到小猫们充满活力地翻滚跳跃，而他们的母亲则保持着冷静的警觉，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艾玛为能够见证这一切而感到荣幸，也意识到她对这些雄伟生物的了解仍然远远不够。接下来，她决定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学习和了解他们的世界。渐渐的，邻居们开始陆续前来提供帮助，有的带来了食物，有的带来了毯子，还有人主动提出要提供任何力所能及的帮助。艾玛被大家的支持深深感动，大家的共同努力让她感到整个社区因为舍利一家而紧密团结在一起。她意识到自己从未预料到舍利一家居然会把社区的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邻里们的关怀和帮助下，艾玛对她所照顾的舍利一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她开始翻阅书籍和查阅网络资源，学习他们的习性、饮食需求以及生活方式。每一个新的发现都帮助她更好地照顾这个临时的家庭。一位当地记者对这只野生舍利的故事产生了兴趣，带着相机和笔记本来到艾玛家。艾玛起初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同意了接受采访。在采访中，他讲述了舍利的到来，并分享了自己为照顾这个家庭所付出的努力。记者专注地听着，记录下每一个细节。艾玛希望这篇报道能够引起人们对保护和尊重本地野生动物的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艾玛越来越被母舍利的行为吸引。她观察到母舍利如何通过一系列温柔的举动与小猫们沟通，精心打理它们的毛发。这种细腻的关爱深深触动了她。艾玛意识到，舍利并非单纯的野生动物，它们有着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深厚的家庭纽带，和人类的家庭关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与此同时，邻居们的支持从未停歇，他们带来了罐装鲑鱼和袋装肉，这些食物非常适合给舍利喂食。有的邻居甚至在车库里搭建了一个小棚子，为母舍利和小猫提供更多的舒适和安全。艾玛被邻里们的慷慨与热情深深感动，母舍利一家不仅俘获了她的心，更是赢得了整个社区的爱护和关注。艾玛在这段与野生动物的日子里变得越来越温柔、耐心。她继续轻声与母舍利交谈，尽量不打扰它们。母舍利逐渐适应了她的存在，用平静而理解的眼神观察着她。小猫们也开始越来越信任艾玛，偶尔好奇地接近她，探索这个新的世界。一天早晨，艾玛发现其中一只小猫跛行，未能像往常一样与其他小猫玩耍。她立刻感到一阵担忧，立即拨打了史密斯医生的电话。医生赶到后，经过检查，发现小猫的腿部有一个小而深的伤口，可能是被某个尖锐的物体刺伤的。艾玛的心顿时沉了下去，她知道必须迅速处理，以免感染或伤势加重。史密斯医生带着医疗包来到，艾玛和他一起小心地控制住小猫，医生清理并治疗了伤口。艾玛温柔地抱着小猫，轻声安慰着它。母舍利在一旁专注地观察着，眼中流露出一丝恐惧，但也有着对艾玛的信任。这一刻，野生世界与人类世界的脆弱界限显得尤为明显。受伤的小猫的消息很快传开，整个社区纷纷响应，邻居们带来了医疗用品和捐赠。当当地的宠物店得知情况后，还特意捐赠了一个小型急救包。艾玛被邻里们的关心和帮助所感动，这不仅加深了她与他们之间的情感，
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决心。接下来的几天里，受伤的小猫渐渐恢复，它的跛行症状减轻，终于又能与兄弟姐妹们一起玩耍。艾玛和史密斯医生密切关注着小猫的恢复情况，看到每一个积极的迹象，母猞猁也显得更加放松，她对艾玛的信任也愈加坚定。艾玛抓住机会，开始向邻里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性。她在花园里组织了几场小型讲座，分享关于猞猁的知识。当地学校也对这些小猫的栖息地产生了浓厚兴趣。艾玛为学生们准备了教育资料，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这段与猞猁家庭的经历，让艾玛逐渐成为了一位野生动物保护的倡导者。随着小猫们的成长，她全身心投入到照顾它们的角色中，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让这些小猫重新回归自然，过上属于它们的自由生活。对于艾玛来说，这一刻既充满了喜悦，又带着一丝沉重的感伤。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将很快和这群她深爱的山猫一家告别。然而，她也深知，这才是它们应得的归属，回到它们原本的家，回到那片属于他们的广袤森林。随着释放的日子一天天逼近，艾玛的内心愈加复杂。她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正确的选择，但她的心中充满了无法抑制的失落感。每当她坐在车库的角落里，看着这些小猫们嬉闹，母猫在一旁安静地守护，她感到一种深深的依恋和温暖。她早已习惯了这片小小的领地，每一只小猫的毛发，每一声母猫低沉的呼唤，都深深刻在她的记忆里。她与它们之间形成了某种无言的纽带，那种连接超越了语言与时间，仿佛她与这些野生动物之间有着天生的默契。几天前，史密斯医生再次来访，为林克一家做了最后一次健康检查。医生仔细检查了每一只小猫的身体状况，看到它们健康成长的样子，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转向艾玛，轻声说道：“他们准备好了。”艾玛用手轻轻拂过面前一只小猫的头，心中既有安心，也有不舍。而就在那天晚上，艾玛在车库里独自坐着，低声对母山猫和他的小猫们说：“明天你们就要回家了。”她的话语如同低语般温柔，却充满了情感。眼泪在她的眼眶里打转，她轻轻抚摸着母猫的毛发，尽管知道这是一次无声的告别，但她的心中依旧难以平静。她用尽全力把自己的感激与爱传达给他们，明白这将是她人生中最特别的一段经历的结束。释放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黎明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艾玛的窗前，带来了一丝微凉的清晨气息。她站在窗边，心里紧紧地揪着，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压抑。周围的邻居们也早早聚集在她的家门前，准备见证这一刻的到来。史密斯医生和那位野生动物专家也在场，他们将全程监督这次释放的过程。艾玛的情绪像是被拉扯着，她既为山猫们能重新回到自由的森林而感到高兴，但她又无法掩饰内心的痛楚。她站在笼子旁，眼睛紧紧盯着林克一家，心里默默祈祷平安。她的话轻如羽毛，却充满了深沉的祝福。母山猫停在森林的边缘，忽然转过头，最后一次看了他一眼。那一瞬间，艾玛几乎能感受到他眼中的复杂情感，仿佛是无声的告别，也像是传递着信任与感谢。随后，母猫轻盈地跃入了森林的怀抱，像一道灵动的影子消失在绿色的海洋中。它的小猫们紧随其后，迅速消失在森林深处。艾玛的眼泪悄悄滑落，
他抬手擦去脸上的泪水，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空落感。这是一个情感交织的时刻，苦涩与喜悦交织在一起。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让他们回到了应该属于他们的地方。随着几天的过去，艾玛开始深刻地反思这段经历。她从这段与野生山猫们共同度过的时光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关于山猫，关于野生动物，也关于她自己。她意识到自己曾经对自然界的理解是如此浅薄，而现在面对这个充满复杂美丽的世界，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渴望去保护它。那些与猞猁家族相处的日子激发了她对大自然的热情。她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不仅仅是照顾这些山猫，更是守护这片她曾亲自感受过的野生天地。渐渐的，艾玛不仅仅满足于个人的感悟，她开始在社区内积极倡导野生动物保护。她组织了多次社区会议，撰写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文章。她的故事和经历点燃了更多人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自然保护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艾玛感到无比自豪，她知道自己的努力已经在社区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些野生生物，尊重它们的栖息权。林克一家离开后，艾玛找到了新的目标。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决心保护和维护自然世界。她的花园曾经是那只母猞猁和它小猫们的临时避难所，现在开满了野花。这些花象征着艾玛的新开始，也象征着她在野生动物保护道路上的不断坚持与前行。她深知，这段旅程虽然结束，但她的使命远未完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故事。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点赞并分享，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个视频见。